那声音里没有怒意，但隐隐有些比怒意更窥探的东西。兰智上听不懂，但知那情绪并不是朝向他的，于是用更低的声音改口道：“伯父。”兰曦臣说：“下次不论去何处，切记事先告知，否则忘记担心。”兰智说：“是。”兰曦臣又问：“你不问我带你去什么地方？”兰智摇了摇头，那意思像是不知道，也像不介意。兰曦臣这次终于叹了口气，是兰智能听懂的意思。他说：“等下过去，不要害怕。”兰智终于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。兰曦臣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切记勿要多言。”兰智这才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去找蓝忘机。他一路走过云深不知处的连绵楼阁，时间尚早，并无太多人出入廊下门中，天光兀自明媚，熟悉的景致也在明亮的光线中陌生起来。远远的，兰智瞧见一角青灰的飞檐，檐下挂着一颗小小的白色金鸟铃，随着风依稀晃出几响。那是兰氏的祠堂，祠堂四周的廊木是幽深的颜色，庭中铺着白纱，白石修道。兰智上次来到此处还是1年之前，眼前景致不算陌生。兰曦臣带着他一路走过去，兰智平了一口气，用手指无声地将袖中那颗铃向里推了推。门开了，堂内幽暗，窗扇都不支起，就似兰智1年之前来时的模样。梁上垂下的长明灯壮壮燃烧，牌位列纵，其下站了一人，身前还跪着另一个。兰智时的那个背影，那是蓝忘机。门外一缕天光淌入，落地如水。那站着的人抬了抬眼睛，那是蓝启仁。兰曦臣松开了兰智的手，兰智走过去，不声不响跪地，对蓝启仁行了个礼，沉默地跪在了蓝忘机的身边。往日里，他也听师兄们说起蓝老先生是蓝氏双臂的叔父，又说他如何严苛，如何罚人抄家规，教人又敬又怕。只是兰智尚小，不知道兰氏听书的年龄，便自与这位蓝老先生总隔着一段距离。此时兰智觉得蓝启仁在发怒。蓝启仁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若不是有外家子弟说起，说小辈里有个不习琴的，还是堂堂韩光君的亲传门生，你们还想瞒我到几时？”无人答话。蓝启仁又说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兰智抬了头。蓝启仁看着他，他便也看着蓝启仁。室内光线幽暗，兰智的红眸生得浅，唯在此等光下方才显出原色来，略有灰，又带些龙胆紫，像早春天明雪融之时流于天际的山岚。他看到蓝启仁的眉毛动了一下，然后一缕胡须也跟着颤了一下。兰智还看着他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疏忽有些用力的模样。兰曦臣站在一旁，此时说：“阿智。”兰智低下了头。蓝启仁重重地拍了一下香案，震得其上烛光跟一跳，“胡闹，胡闹！”兰曦臣低声说：“叔父。”蓝启仁厉声道：“你住口！”然后他转身走了，衣袖带起一阵风，刮过兰智的脸孔。兰曦臣忧心忡忡地看了蓝忘机一眼，叹口气，跟了上去。祠堂的大门一关，被气流带动的烛火再度笔直地燃烧起来。外间正是天明，堂内却被照出一片幽暗。兰智跪在蓝忘机身旁，许久，低声问：“父亲为何跪着？”蓝忘机这才开口：“因错，受罚。”兰智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哑。兰智问：“何错之有？”蓝忘机一时没有说话。兰智说：“若因我不习琴，我可以学的。我即日便去听课，不劳父亲与宗主伯父费心。”蓝忘机说：“错不在你。”兰智看着他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“阿智。”蓝忘机重复了一遍，他的声音很沉，一个字接一个字地敲在兰智心上，“错不在你。”兰智只好点了点头。许久，蓝忘机又问：“为何不随你宗主伯父走？”兰智问：“去哪里？”蓝忘机轻轻呼出一口气，道：“你无需跪，回去即可。”兰智说：“我在金陵台随意走动，也算有错，要领罚。”蓝忘机说：“我不罚你。”兰智说：“父亲跪着，我便跪着。”蓝忘机不再说话。不知跪了多久，兰智一整晚去了不少地方，渐渐的困了，正在摇摇晃晃的时候，听到蓝忘机低声说：“你起来，走动一下。”兰智不动。蓝忘机说：“阿智，听话。”兰智一言爬起来，揉着膝盖，站在蓝忘机身旁。
灯烛的光影投在蓝忘机的脸孔上，突兀的显得他的面色有些苍白。兰芝悄声说：“我在金陵台遇到了金陵小公子，还有江宗主。”蓝忘机说：“我知。”兰芝说：“江宗主给了我这个。他说这是他姐姐要给我的。”他把袖中那铃摸出来，递在蓝忘机眼前，将有字的那面转了出来。蓝忘机的眼睫翕动了一下，烛火映在清浅他的眼眸中，仿若燃烧其上。但他只说：“既是给你的，你收下。”兰芝便将铃铛在袖中收好。蓝忘机又问：“可困了？”兰芝摇了摇头，眼睛对上蓝忘机的目光，便又点了点头。蓝忘机张开手臂，对兰芝说：“来。”兰芝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走过去，轻轻地抱住了蓝忘机。他还没到个头猛长的年岁，蓝忘机跪得直，抱来还要微微踮脚。蓝忘机向下望他一眼，笔直的背脊跪低了些。兰芝的脑袋埋在蓝忘机的颈窝中，感到蓝忘机用手梳了梳他的头发，说：“都无事，你不要怕。”兰芝说：“父亲总这样说。”蓝忘机梳理他头发的手停了一瞬，又问：“我这样说，你还怕吗？”兰芝轻声说：“我不怕。”蓝忘机说：“祠堂之内的香烛味层层叠叠，兰芝抱了蓝忘机一阵，终于在他的衣服上嗅到那抹熟悉的檀香气息。那双抱着他的手臂永远都是那么用力。兰芝的眼睛眨了眨，又眨了眨，突然泛起了黏，他便那样睡着了。再醒来时已是暮时，他不在祠堂，不在蓝忘机的臂弯之间，在榻上茫然地坐了许久，才意识到自己正在静视。那把他从云梦带回来的旧仆等在外间，打理堂下年内新种下几株兰草，见兰芝推门出来，便说：“小公子，你醒了，睡得可还好？”兰芝抓着自己睡得有些乱糟糟的头发，呆了一阵，才说：“韩光君。”那仆从的眼睛眨了眨，似是在斟酌词句，最终说：“韩光君未归。”兰芝登上靴子，拔腿就跑。日暮曦光泼在祠堂的青瓦与白壁上，在一片素净中点燃滚烫的颜色。沉重的木门还留了一隙，兰芝方走到廊下，便听到有人在其间说话。厅堂宽阔幽深，声音传播得很远，他只能辨出那仍带着怒意的是蓝启仁，余下一个更低、更平稳、更坚定的，应是蓝忘机。兰芝用力地将门推了推，钻进那条门缝中。门一响，堂内说话的声音便停了。蓝启仁抬头看他，蓝忘机还跪在原地，就是兰芝睡着前的那个位置。兰芝走过去，一声不响的又跪在了蓝忘机身旁。蓝启仁震惊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兰芝不答。蓝忘机说：“阿志，回去。”兰芝不动，他觉得蓝忘机的声音比晨间之时更沙哑了几分。蓝启仁看了看蓝忘机，又看了看兰芝，最终目光转回到蓝忘机身上。最终他看着兰芝说：“你若想跪，那就跪着吧。”